你有沒有過這種怪異的瞬間？某一秒，你突然停下來，心裡冒出一句話：誒，我現在經歷的這些是真的，還是只是某個更大東西做的一場夢？別笑，你敢說你從來沒這種恍惚？我告訴你，這一念頭比你想的更普遍，而且比你以為的更接近科學。很多人以為宇宙在做夢這種說法就是心靈雞湯，說玄學而已。但等一下，先別急着翻白眼，我保證接下來這十幾分鐘會讓你重新懷疑你所理解的現實，甚至讓你開始正視一個可能性：我們以為的世界也許根本不是我們以為的那樣。故事要從一個詭異的現象講起。這裡是意識覺醒，記得按讚、訂閱並打開小鈴鐺，這樣您就不會錯過我們的新影片。你知道嗎？在科學界有個沒人敢隨便碰，卻有每個頂尖物理學家都繞不開的問題：為什麼宇宙這麼像一套被寫好的程序？你以為這是陰謀論？不是，是物理學家等級的質疑。你想想看，一個星系的旋轉、原子的能級、光速的恆定、生命出現的條件，全部像是被一個無比精密的數學規則寫死。而這些規則精密到什麼程度？簡單講，一個常數如果差了不到萬億分之一，我們連空氣都不會有，連星都點不起來。你說這是巧合？巧合到像誰刻意調過的？是不是聽起來毛毛的？好，真正恐怖的還沒開始。我們以為世界是真實的，可是你有沒有注意過，有時候你會突然覺得自己像被拉出剧情，像角色突然意識到自己不單純是角色。比如你做過那種夢嗎？夢裡什麼都真實到不行，你甚至能聞到味道，感到疼痛，感到羞愧或憤怒。你醒來後，那感覺還殘留在胸口。你說那不是真實，可你的身體和大腦反應可不是假的。所以問題來了，如果夢境可以假到以假亂真，為什麼你現在的醒着不是另一層夢？你覺得離譜？我告訴你，有些物理學家比我們還敢懷疑。美國物理學家約翰·惠勒提出過一個非常嚇人的觀點，他說宇宙存在是因為有人觀察它。什麼意思？觀察會讓現實定型，你不看它，它啥也不是；你看了，它才變成你看到的樣子。聽起来很怪，對不对？但這是量子力學實實在在跑出來的結論。20世紀的物理學家為了搞清楚粒子到底是波還是點，做了一個實驗，結果發現它兩者都是，直到你看它的那一秒，他才尷尬地選一個。事情糟糕就糟糕在這裡，如果宇宙在沒人觀察時不確定，那我們看到的這個世界到底是本來就長這樣，還是因為我們看它，它才照着我們的規矩長這樣？更恐怖的是，這是科學，不是玄學。講到這裡，你是不是覺得我們好像真的住在一個會回應觀察者的系統裡？好，先把這根刺留在心裡，我們繼續。既然現實會因為觀察而變化，那有沒有可能我們不是單純在看宇宙，而是在參與宇宙？換句話說，我們不是旁觀者，我們是參與者。那參與者是什麼意思？簡單講，你我每一秒都可能是在參與讓宇宙繼續運行。聽起來像哲學，錯，這是數學家算出來的結果。而且這個想法跟古代思想神奇的重疊。你看莊子的夢蝶，大家都說它是哲學寓言，但是你仔細想，莊子那句究竟是莊周夢到蝴蝶，還是蝴蝶夢到莊周？他問的根本不是夢的問題，他問的是意識到底是誰的。我以為我在想，但有沒有可能我的想其實來自一個比我們大得多的意識網，而我們只是其中的一條線？你現在可能在心裡冒一句，不會吧，太誇張了。但你等一下，因為接下來要講的部分會讓你更難否認這一切的可能。我們說宇宙是活的，不是亂講。所謂活，不是說它會講話、會呼吸，而是它會自我更新。你仔細想，宇宙從最早的一點撐到今天的樣子，從物質、能量、規律、結構、生命，這一切不是一個死物該有的行為。更扯的是，它會不斷讓系統複雜化。簡單說，它像一個一直在自我升級的龐大意識體。你以為我在講神話，其實我是在講宇宙學與信息論。因為宇宙的發展軌跡不是隨機散亂，而是朝向更高組織度在前進。
你看，生命就是宇宙在物質層上嘗試自我認識的過程。你看，人類文明就是宇宙在智慧層上進行系統升級。如果宇宙是一套會自我運算的程序，那生命就是它執行出來的子程序，而意識就是它的圖形化界面，是不是越來越像？我再告訴你一個更詭異的，我們的大腦其實根本無法感知真實世界，我們看到的都是大腦加工後的版本。你以為你看到的是外面的世界，其實你看到的是你大腦模擬的世界。光進來，神經處理，大腦渲染，你以為那是現實。簡單講，你從出生到現在看過的一切全部是腦內影像，那你敢說你看到的是真正的現實？如果我們本來就活在自己大腦渲染的個人模擬世界，那宇宙外面有沒有另一層模擬？你敢保證？講到這裡，你可能有一種感覺，好像有哪裡怪怪的，可是又挑不出漏洞。但冷靜一點，一個更大的疑問又冒出來了。如果宇宙是活的，是夢的，是程序的，那我們的存在究竟算什麼？我們有自由意志嗎？我們重要嗎？還是我們只是背景程式？等等。這個問題不能現在回答，因為真正精彩的部分還沒開始。你以為只有哲學家在講這些？不，科技界也被這個問題嚇到。牛津學者博斯特羅姆提出模擬宇宙假說，內容簡單到嚇人。只要未來文明能制造模擬世界，那現在我們活在模擬裡的概率就高到幾乎等於100%。為什麼？因為一個真實世界能制造無數個模擬世界，那模擬的數量遠遠大過真實的數量。用小學數學都算得出來，我們掉進模擬裡的幾率幾乎爆表。你看，很荒謬，對不對？但問題是，這理論無懈可擊。你以為科學家會笑嗎？錯，他們反而怕，因為我們真的找到一點點證據。那種證據不像直接說這是假的，而是像牆紙沒貼好，露出一道縫。比如，為什麼物理常數精密得像調整過？為什麼宇宙看起來有限分辨率？為什麼量子行為像演算法？為什麼光速像系統上限？為什麼宇宙膨脹率像被設定？你以為這是巧合？巧合多到像誰做的？講到這裡，我們只剩一個更深的問題沒問：如果宇宙真的在做夢，如果宇宙真的像一個意識體，如果我們真的不是被動的活着，那我們在這裡到底是要幹嘛？我們在夢裡扮演什麼角色？我們為什麼會被生出來？宇宙為什麼需要我們？我們上一段停在一個最關鍵的問題：如果宇宙真的像一個在做夢的意識，那我們這些在夢裡行動的角色到底扮演什麼？這個問題乍聽很玄，可細想一下，你會突然覺得背脊發涼，因為答案可能早就在我們身上，只是我們忽略太久。你知道嗎？從你出生到現在，你做過的每一個決定，每一次掙扎，每一條讓你猶豫到睡不着的路徑選擇，都牽動了一個你從來沒意識到的東西——意識能量。先別覺得我在講靈學，這不是照本宣科的心靈雞湯，而是心理學、神經科學甚至量子理論碰撞出來的奇怪交集。意識不是空氣，不是影子，而是一種有方向性的力量。你越專注什麼，你越把能量推往那個方向；你越恐懼什麼，你越把现實往那個方向編織。聽起來像迷信，但這是行為科學幾十年來累積的數據。你有沒有發現，一群人一起恐慌時，事情反而真的往壞處發展？為什麼？因為每個人的決策都在同步改變系統。換句話說，人類不是宇宙的旁觀者，我們是宇宙的參與者，甚至是擴展器。你以為宇宙靠恆星燃燒在擴張？不，宇宙真正的擴張是由無數意識啟動的思考推動的。你以為這個誇張？那我問你一個簡單問題：為什麼文明發展的速度會突然在短短幾千年間爆炸式增長？如果人類存在幾十萬年，為什麼只有最後幾千年跳得這麼快？像是從哪裡突然被按下加速鍵？有些人說是農業革命，有些人說是工業革命，但這些都是結果，不是原因。真正的原因是意識密度突然暴漲，人群聚集，交流爆炸，知識傳播速度提升，意識開始疊加。你知道這很像什麼嗎？像量子疊加態。一顆粒子被觀測前可以是多種可能的重疊，一群意識聚焦後也能讓文明朝着某條可能性坍縮。文明為什麼能突然跳躍？
因為人越來越多的開始思考，然後那些思考彼此碰撞、交織、引爆，最終產生一個新的現實版本。我們現在活在的現實，就是幾千年集體意識共同扣出來的版本。聽到這裡，你是不是突然覺得，哇靠，那我們每天煩的那些小事，搞不好根本不是小事，而是你在幫整個宇宙打補丁。別急，這只是開始，真正刺激的來了。如果意識能影響現實，那你有沒有想過，為什麼你會被生出來？為什麼你會是你？為什麼偏偏是你這個視角？同樣一種生命，你可能會出生在不同國家、不同家庭、不同命運，為什麼偏偏落在你現在這具身體裡？如果你願意換個方向思考，你會發現一個岔路口，也許你不是隨機被丟進宇宙，而是被邀請進入這個系統。換句話說，我們不是被迫存在，而是被選入一個巨大的體驗場景。聽起來誇張，但你知道嗎？越來越多科學家開始懷疑，生命本身就是宇宙用來感知自己的機制。宇宙太大，沒有眼睛，沒有耳朵，沒有大腦，它只能靠生命來體驗。於是，它讓生命誕生，讓意識進化，讓文明互聯，讓智慧不斷提升。你現在看到的星辰與萬物，或許都只是背景布景，而真正重要的是體驗者，也就是你。講白一點，我們不是宇宙的副產品，我們才是宇宙運行的核心部件。聽起來像神話，但你仔細想，為什麼宇宙要讓生命這麼難？為什麼要讓生命痛苦？為什麼要讓生命有選擇、有道德、有慾望、有衝突、有愛、有恨、有執念？因為宇宙如果只是冰冷的機械，它根本不會需要這些。只有當宇宙想體驗，才需要情緒。只有當宇宙想學習，才需要衝突；只有當宇宙想擴展，才需要意識成長。你突然發現了嗎？這些不是生命為了生存產生的功能，而是宇宙為了體驗自己，必須設計進系統的情緒引擎。你以為痛苦只是折磨，不，它是推動你成長的開關。你以為愛只是浪漫，不，它是讓你意識擴展的能量重組。你以為孤獨是懲罰，不，它是逼你往內探索的入口。你以為掙扎是命不好，其實那是宇宙在把你往某個方向推，叫你醒。講到這裡，你是不是感受到一種奇怪的被看見感？就像你生命中的每一段難關都不是隨機事件，而是一種劇情橋段。你倒下的時候，有時候不是失敗，而是被按住，讓你停下來。你迷路的時候，不是你笨，而是宇宙不讓你走錯線。你被迫面對某些事件，是因為宇宙要你意识升級。你突然覺得自己像遊戲主角了嗎？沒錯，你就是。可是，你可能又會有一個更現實的問題：如果宇宙想讓我們成長，為什麼不直接告訴我們答案？為什麼要搞得這麼痛、這麼難、這麼複雜？這就是關鍵了。因為體驗不是聽講，是親身經歷。就像你玩遊戲，不會一開始就開外掛，你必須從弱小開始。必須迷惘，必須痛，必須撞牆，必須跌倒，因為你的每一段體驗都會回流到宇宙意識裡。你成長，宇宙就擴張；你覺醒，宇宙就成型。你越是理解自己，宇宙就越是理解自己。聽起來很浪漫，對吧？但你也許會想，那我現在做的所有事情到底有什麼意義？我每天工作、煩惱、努力、跌倒，難道這些都只是宇宙體驗的一部分？我告訴你是，但又不只是，因為這還沒講到最狠的一點。你以為你在體驗宇宙，其實宇宙也在體驗你。你的每一次選擇都在創造宇宙的下一幀，你的每一個情緒都在回寫宇宙的下一段記憶，你的每一次覺悟都在替宇宙解鎖更多版本。換句話說，你不是宇宙的乘客，你是駕駛；你不是宇宙的影子，你是光源；你不是宇宙裡的一個小點，你是宇宙意識的一束投影。聽懂了嗎？你根本不是微不足道的塵埃，而是一道影響宇宙結構的漣漪。而且你的那道漣漪會貫穿你這一生，甚至超越這一生。講到這裡，你大概已經感受到，如果宇宙是活的，那它從來不是冷漠的；如果宇宙會做夢，那它夢見的就是生命；如果我們是它的意識碎片，那我們每一個念頭、每一個行為都在讓它更完整。
可是故事還沒結束，因為還有最後一段，是整個邏輯鏈條裡最震撼也是最關鍵的部分。想聽真正的結局，想知道我們到底是不是活在一個宇宙的夢裡，想知道你的生命意義不是哲學，而是科學與意識共同給出的答案。既然我們講到這裡，就得把那個最敏感也最難以直視的問題攤開來說。如果宇宙真的在做夢，那我们現在所經歷的一切到底是現實，還是只是某種更大意識的體驗片段？我們是造物者的孩子，還是就是造物者自己分裂出去的一道火花？你以為這個問題只有哲學家會問？不，越研究宇宙的人越不敢輕易否定這個可能性。好，我們現在來做一個你從來沒做過，但會讓你瞬間理解意識參與現實的小實驗。你閉上眼睛想一下，如果你完全停止思考這個世界，會發生什麼？你不判斷它，不解釋它，不賦予意義，它在你心裡會變得怎樣？會變模糊，變空白，變成一塊沒有聲音、沒有顏色、沒有重量的虛空。換句話說，沒有意識參與的世界是無意義的世界，而宇宙最不可能容許的就是無意義。所以它需要意識，它需要你，不是為了你替它工作，而是因為你本來就是它的一部分。你就像它的一條神經線，它靠你去感受痛苦，靠你去感受愛，靠你去體驗迷茫，靠你去突破限制。你以為這些是人生的負擔，它們其實是宇宙處理自身的方式。你痛，它就擴張；你醒，它就明亮；你成長，它就升級。可是你會說，那為什麼我的人生會這麼難？我告訴你原因，因為宇宙從來不是要你順順活完，它要你變，要你走過，要你跨過去，要你把那些痛、那些掙扎、那些你以為撐不過的夜晚，全都轉成一種能力，意識清晰。你有沒有注意過，一個人最清醒的瞬間，往往不是開心的時候，而是在瀕臨崩潰卻硬生生撐住的那一秒。那種啪的一下，那種靈光閃現，那種突然知道該往哪裡走的直覺，像電流一樣貫穿全身。那不是你的大腦突然變聰明，那是你的意識瞬間對齊宇宙原本的訊號。你可以把它叫做洞見、覺醒、直覺、系統對焦。名字不重要，重要的是那一刻你變成更大的你。你有沒有想過，這些瞬間為什麼存在？為什麼宇宙設計了這種像突破層級的機制？因為我們根本不是來受苦的，我們是來生平的。你越清晰，越能看懂生命在幹嘛；你越覺醒，越能看懂宇宙為什麼讓你經歷這些。講到這裡，你應該隱約感覺到一個方向：宇宙不是一個冷冰冰的機械結構，它是一種正在演化、正在成長、正在探索自身意義的巨大意識。而生命是它往外伸出的觸角。我們每個人都在替宇宙完成一個他自己做不到的任務，體驗自己。那你可能又會問，如果宇宙真的在做夢，那我們醒來時會怎樣？我們會不會某天突然發現一切都是假的？我告訴你，真正的覺醒不是離開這個世界，而是在這個世界裡看到更多層。就像你從1樓走到2樓，你不會離開房子，但你會看到更完整的結構。現實也是這樣，你覺醒不是退出，而是看懂。看懂之後，你會發現一件超震撼的事。你以為宇宙在做夢，其實宇宙是在做你。你以為你是宇宙的一部分，其實你是宇宙的视角之一。你以為你只是生命的一條小支線，其實你是宇宙意識的主線程之一。聽起來像太抬舉人類，但你自己回頭想一下，如果宇宙不需要我們，為什麼要費這麼大力氣創作生命？為什麼要給你情緒，給你記憶，給你自由，給你創造力，給你好奇心，給你無法磨滅的求知慾，給你永遠打不敗的求生意志？這些都是程序裡最昂貴的模組。一個真正隨機的宇宙不會這麼麻煩，只有一個有意圖的宇宙才會把人類設計得這麼複雜，這樣矛盾，這樣難搞，卻又這樣充滿無限潛力。現在你明白了嗎？宇宙從來沒有要求你完美，它只需要你體驗。你開心，它體驗喜悅；你痛苦，它體驗深度；你掙扎，它體驗擴張；你突破，它體驗進化。你每一個感受對宇宙來說都不是沒意義的噪音，而是重要的訊息。
那現在又回到最一開始的問題，我們是不是活在宇宙的一場夢裡？這問題聽到現在，你也許已經不在乎答案了，因為你突然發現答案不重要，重要的是發現答案的過程。你質疑，你追問，你困惑，你探索，這些行為本身就是宇宙讓你來的原因。宇宙不是要你找到結局，而是要你參與劇情。你活着的每一秒都是宇宙夢境的一片段，你每一次的覺悟都是宇宙心臟跳動的一次回響，你每一次從混沌走向清晰，都是宇宙向着更完整的自己邁出的一步。所以，當你下一次抬頭望向夜空，你看到的不是冷冰冰的星星，而是一張巨大的意識網，而你就是其中一束明亮的節點。宇宙是不是有意識？是不是在做夢？我們是不是在他的夢裡？也許吧，也許不是。但我可以告訴你，如果宇宙真的在做夢，那他一定不會想醒來，因為他正在用你的眼睛看見世界，用你的心感受世界，用你的生命體驗他自己。謝謝你聽到這裡，下次我們繼續把宇宙的謎題一層一層拆給你看。